我们经常说玄学啊，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玄学到底是什么？是算命、风水吗？其实玄学最值得聊的地方，并不是说玄学可以预测未来，而是当很多事情算不出来的时候，无法控制，那么中国人是如何面对的？我们上一期聊到啊，科学走到尽头的时候呢，也会承认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计算的。那这一期我们来看看东方人是如何面对这些未知的。其实面对未知和不可控，中国人的态度是保持敬畏。这个敬畏后来慢慢发展出很多说法，其中一部分就被我们今天叫做玄学。那为了理解呢，我们先看一个西方人，这就是卡尔·荣格。1949年，荣格受邀为理查德·魏里贤翻译的英文版《易经》写序。按照西方学者的习惯，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评价一下就够了。但是荣格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拿起硬币，用《易经》的方式来占卜。他问《易经》自己，他的问题是：你要进入西方世界了，你怎么看这件事？那硬币掷出来的结果很有趣啊，是顶卦变顶卦。顶呢有改变前进的意思。荣格之所以这样做，是他很感兴趣，易经你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因为作为一个结果，西方人习惯去问为什么 why， 而易经会先看此时此刻发生事情的关系是什么。后来荣格用了一个词叫做共识性来描述这种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啊，易经是让我们停一停，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有什么条件，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玄学，它关注我们是如何在不确定性当中看懂一点门道。很多今天人听到玄呀，会想到故弄玄虚，但是在2000多年前，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玄说的是事情上有一些东西啊是说不清楚的，但你不能当它不存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墓竹简，其中有一篇失传2000多年的文献，叫做《太一生水》。那这篇文献呢，介绍的是古人如何理解万物生成的，水如何流动，阴阳寒暑如何变化，天地万物是如何生发出来的。你看啊，早期的中国先哲非常注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同样呢，他们对人的观察也非常仔细。比方说，一个人说话的语气、神态、脸上的表情，都会透露出很多东西来。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学者叫阿莱克斯·彭特兰，他的团队做过一项研究，他给团队成员带上一种感应器来记录大家的说话语调、身体的朝向，谁说话了，谁没有说话。那么结果很有意思，研究者就发现我都不需要听你说话的内容，我只看这些信号就能判断哪个团队更容易成功。他后来拆解了这些数据，发现这些能做出好成果的团队，他们的沟通是流动的，就不会出现某一个人一直抢着说话，其他人全程插不上嘴，也不会有人从头到尾都沉默，只是在听。那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哪怕只是插一两句话。而且呢，这些团队里的人会有很多非正式的互动，比方说开会之前5分钟，大家会聊两句最近你都干嘛了呀，天气啊，或者你们家养的宠物。休息的时候互相递个水，就开个无关紧要的小玩笑。那这些看起来和工作完全无关的一些小的互动，反而成为了团队状态很好的一种信号。你看，这些是非常细微的小的信息，但是不用等到项目做完，你只要看一眼大家的这种互动状态，你就能知道这个团队能不能成。这就是古人说的见微知著，很多事情不用发展到结局，开始已经有苗头了。那古人把这种苗头呢叫做机，机就是说一件事情刚要变化的时候，先出来的那一点点迹象。所以玄学能在华人的生活当中一直有人相信，是因为它有一个客观性，就是人不是独立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在家庭生活所处的时代行业都会影响人的选择。一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最开始的起点，古人称它为命。今天我们一提到命很多人想到命中注定想到宿命论，就觉得很沉重。但是如果放到古人的视角当中，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起跑线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出生环境就不同，家庭条件不一样，父母的情绪状态也不一样，我们的成长环境都不同。而这些外在的环境对于婴儿来说，他没有办法选择。那古人又没有我们现代这么多词汇，他就用命这个字来概括一个人刚刚开始的先天条件。所以命可以理解为初始条件，就你出生在哪里，你在什么家庭呀，你先天的身体体格呀，人格禀赋啊等等。那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不妨看一个现代医学当中的研究。在1998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做过一项大样本追踪，叫做童年不良经历研究。研究者就发现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长期被忽略比方说父母争吵或者情感上匮乏，那么这些经历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后来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到了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到了40-50岁，他得慢性病的概率和面对压力的反应，和在稳定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那研究人员追踪超过17000人，整整几十年，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感慨的结论：童年不良经历的得分每多1分，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会平均减少将近2年。如果一个人经历过6种以上的童年创伤，那他的平均寿命会比那些童年完全没有创伤的人可能会短20年。这些早年的压力会刻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改变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甚至基因的表达，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情绪反应。当然别误会这个研究不能拿来证明八字，但他发现了一个人早年的生长环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那么有些人听到这样的研究会有点担心，说如果先天的影响这么深，那我是不是只能认命呢？杜克大学后来有一项长期追踪，给了我们另外一种视角。在90年代科学家追踪了一群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儿童，这些孩子呢普遍有焦虑暴躁，甚至有一些孩子会有暴力性的问题。很多人看到他们会说这些孩子就是你们的先天性格不好，你这辈子就是这样了。后来呢，当地印第安保留地开了一家赌场，给每个家庭发分红，那有一部分家庭因此脱离了贫困线。研究人员就跟踪这些孩子很多年，最后发现那些因为赌场分红脱离贫困的孩子，他们的行为问题发生率发生了明显的降低，原本的焦虑、暴躁、攻击性都有了明显的缓解。更让人惊讶的是，等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他们的犯罪率比那些一直生活在贫困当中的孩子低了将近1半，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很多人呢彻底摆脱了原本的贫困循环。那这件事情说明很多看起来天生的一些所谓性格问题，可能只是孩子在一种困难环境当中的自我保护模式。所以古人算八字，他看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时间，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是一个人最早成长于什么样的季节和环境。我觉得古人很智慧，他为什么说要承认有命的存在？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先验假设，它是为了让人先停止自责呀。比方说，你从小生活在一个家庭经常争吵的环境中，长大之后发现我比别人怎么敏感呀，我更容易患得患失呀，那就不需要苛责自己，因为古人会说你出生的环境跟别人不一样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能长大很不容易啦，不要自责了。但是命只是起点，人不会永远停在出生那一刻，随着长大呢，他还会遇到第2样东西，古人叫它运。你看命是一个人的初始条件，那么当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条件往前发展，会遇到运。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运气常常好像觉得这是老天爷很偏心，好运从天上啪就掉下来了。但是运这个字呢，它的本意是说流动性变化。那直白的说，就是运是一个人的先天特质遇上了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完全一样的性格，在一个10年可能说你很有胆识，但是换另外一个10年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莽撞。同样一门手艺，有的地方不值钱，而另外一个地方很稀缺。所以你看，人是没有变化，但是外在的环境一变，就发生了改变。我们来看一个自然界当中的例子这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伯纳德·凯特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做过的一项生物学观察。后来呢，遗传学这类学习期刊也长期梳理过这个经典案例。
说这个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呀，森林当中的树干啊长满了灰白色的地衣啊，如果你们去云南玩的话，也能看到类似的这种画面。那个时候有一种昆虫啊，叫做化翅蛾，它大部分呢是灰白色的。那它们在树干上啊，颜色可以融入背景，鸟的就很难发现。偶尔也会有几只黑色的化翅蛾出生，但是它在那个灰白色的树干当中啊，就很明显，就容易被鸟发现吃掉。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啊，白色化翅蛾顺风顺水，这个黑色化翅蛾生不逢时啊。但是后来工业革命来了，因为大量使用烟煤，把这个树干啊熏成了黑褐色。那这个时候原本不容易被发现的白色化翅蛾反而变得显眼了，而黑色化翅蛾它有了保护色，开始大量繁衍。你看飞蛾的能力没有变，只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变了，就得到了很大的运。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1956年，英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开始治理污染。那煤烟慢慢消失，树干上的地衣又长了回来，树干呢又重新变回了灰白色。哎呀，黑色化翅蛾的好运就结束啦。到了2002年，英国的工业区当中啊，黑色化翅蛾的比例降到了不到1%，几乎回到了工业革命之前的样子。你看，飞蛾本身的基因没有变，只是环境变化，这就是运的流动。所以古人说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这个话说得很直白，一个人的才干和努力要和当下的时机对上啊，你对得上，很多事情会很顺，否则就算很有本事，可能也无法施展。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你在一个行业干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风向变了，你过去积累的这些能力经验，一夜之间好像就不值钱了。所以人在这个时候蛮容易自责的，觉得是不是我不够聪明，那我的这些原来的朋友他们都很好呀。那么古人用了运这样一种模型，他也很有智慧，就是你大可不必自责呀，很多时候不是你有问题，是外在的环境变了。就像我去种水稻一样，如果种在冬天，那就发不了芽嘛。那运启发了我们，就是不要和时间硬杠。比方说我们顺遂的时候，就知道是因为有好的外在环境，而不是我多厉害，不必太飘。当我不顺的时候呢，也不必把所有的挫折都归咎为我自己不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养好身体，锻炼本事，等待时机到来。所以古人会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啊。人随着成长，你看渐渐就学会了等待。但是人生啊，不只有时间的变化，还有空间。一个人他所处的地位啊、资源关系，它会形成一张网。那古人把这张网叫做局。很多人听到局啊，会想到阴谋诡计，或者你饭局、酒局。但是古人说的局呢，说的是一个人所在的位置环境。比方说，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你的资源从哪来的？你会有压力的话，压力是谁给你的？那么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局。我们常常说啊，一个人的努力，它一定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那为了能够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学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布鲁斯亚历山大团队做过一系列被称为老鼠乐园的研究。在过去的实验当中啊，老鼠常常被关在这种狭小的铁笼子当中。那当时做实验呢，给老鼠同时放了普通的水和掺了吗啡的水。老鼠呢，一般会疯狂的喝后者。那亚历山大觉得呢，这里面可能因为环境也在影响，他就想了解一下老鼠到底在什么环境下它有什么变化。于是他建了一个宽敞的老鼠乐园。那这里呢，阳光明媚有滚轮啊、玩具啊，还有很多老鼠可以自由的社交玩耍繁衍。那这个时候再放2瓶水，还是1瓶普通水，1瓶吗啡水。那生活在老鼠乐园的这些老鼠啊，就算尝过后者，也更容易回去喝普通的水。这个实验细节和复现率后来学术界有过争论啊，但至少它说明环境太重要了。一个人在贫瘠孤立的环境当中和在一个丰富舒适的环境当中，行为会变化。而这个结论放在人类身上，早就有过更震撼的验证的。越战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遇到过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驻扎在越南的士兵当中，有超过34%的人都吸食过海洛因，其中20%的人已经出现了成瘾的症状。
当时整个美国非常慌啊，大家都担心这些士兵回国之后，美国一下子会多出几十万的瘾君子，整个社会都会被拖垮。但结果呢，等这些士兵回到美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研究人员跟踪了这些士兵好几年，最后发现只有不到5%的人回国之后还保持着成瘾的状态，剩下95%的人自己戒掉了毒瘾。我明明没有去强制戒毒啊，也没有什么心理治疗，只是换一个环境，这些在越南时候看起来无法摆脱的毒瘾，回到家之后自然消失了。是不是难以置信？其实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感受到的。比方说一个人他困在天天指责他的原生家庭当中，或者他的工作当中常常需要互相推诿，内耗很重的话，那么一个人每天有很多的精力都用来防御，那这种局当中人就容易失控。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意志力不够，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你所在的局正在持续消耗你。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环境会影响人，他们就把居住环境、山川走向、空间地理秩序这些观察整理成一门学问，这就是风水。我们今天一提风水常常想到一些什么风水剑什么貔貅八卦镜但如果我们把风水就理解成这些摆件，太肤浅了。我们分享一个香港的故事。80年代，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接手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的设计。那这座大楼呢，汇聚了当时很先进的建筑技术，设计的过程中呢，也有风水的顾问参与。大楼朝向楼层的架空空间，甚至那个楼顶有一种像起重机一样的维护吊臂，都有风水上的考虑。后来呢，坊间有很多关于汇丰和周围大厦之间风水斗法的都市传说。那传说真假我们不用深究，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么现代的金融中心建筑设计仍然需要考虑风水这个因素？因为建筑不仅仅是钢筋水泥人在一个建筑当中会不会觉得安全有秩序感，它是会影响人的状态的。后来福斯特在采访当中就提到，他觉得风水当中有很多理念实际上是古人积累了上千年关于人和环境互动的经验。比方说风水里面说气要流通，那么在现代建筑当中就是通风和采光。它这个底层架空的设计就可以让风能够穿过整个大楼，那夏天我也不需要开太多空调，也可以很凉快。而且开放的底层空间会让人觉得整个建筑通透，没有压迫感。而那些顶楼的吊臂，风水里面说它像是什么伸手抓财，当然从实用的角度，它是用来维护大楼外立面的。因为整座大楼有47层高，太高了，需要吊臂来维修窗户外墙刚好位置也符合风水的说法。那说到局呢，就会连到势。如果说局是当下的空间环境，势就是这个环境的发展趋势。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意思是如果我把一块原石放到山上的边缘只要轻轻一松手，它就往下滚它很难挡住。那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比个人的努力更重要，也更持久。就像是在河里游泳，你看顺流和逆流的感觉，就算是游泳健将，逆流也很累吧。我们说一个具体的故事1975年，柯达公司的工程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那这是一项领先的新技术没想到柯达的管理层把它压下去了，理由说是这个数码会影响到胶卷业务的利润。那此后20多年，胶卷还在卖，生意平稳如常，但是数码影像的势在时代发展当中悄悄来临。等到这个势真正爆发出来，柯达已经来不及转身了。2012年，曾经全球胶卷市场第一的柯达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你看柯达它不缺人才和资金连最早的数码技术也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但是他缺少感知势的能力和顺势而为的决断力。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并非做错什么，而是把能量压在了一个正在失去势的方向之上。因此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觉得明白了势和局人就可以少苛责自己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努力，但是没有成功，
并非是我能力弱或者不努力，而是我们在一个下行的行业当中，或者我困在一个不断消耗自己的关系当中。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拼命去折腾，那除了耗尽自己的能量，意义不大。那么命运局势的影响力这么强，那人难道只能听天由命了吗？当然不是。古人建立了这样一些模型，是为了换一种方式入局，这就是时间。在中国传统习俗当中啊，大家常常有一个词叫做择时，或者一般叫看日子。你看结婚要挑日子，建房动土选日子，到今天很多公司开业搬迁，那也要找人看日子啊。那现在人常常觉得不就是图个吉利吗？它是一种仪式感。但如果放到古代社会，时间不是一件小事，它是整个国家秩序的部分。在古代朝廷当中啊，有一个机构叫做钦天监，里面聚集的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些天文、数学和气象人才。历朝历代啊，皇帝登基之后都要做一件大事，就是颁历，向天下颁发历法。在古代，如果民间有人私自推算造历法，那是很重的罪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农业社会当中，谁掌握时间，谁就掌握了生产的时间节奏。朝廷通过历法告诉天下，你什么时候开始要播种，什么时候收割，乃至什么时候冬至休养。古人不像我们在工业时代有电灯、温室大棚，他们更多的是观察这些月亮的盈缺或者寒暑的交替来安排生活。他们能够感受到庄稼是有节律的，而人的身体和情绪也会被季节影响。比方说春天大家就想出去走走，冬天呢大家就想在家里面休息保暖。那不只是身体和自然有节律，人的心理状态也有自己的节律。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花了几十年时间追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情绪变化。他发现呀，人越年轻越容易被新鲜感和确定性所吸引，就渴望探索和变化。而进入中年之后呢，人更倾向于把精力放在深度关系和已有的事物上，对不确定性的接受能力呢反而变强了，情绪也往往更加平稳。那为了验证是不是时间感知在影响人的选择，卡斯滕森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把一群年轻人分成两组，给第一组的人看一些信息，说未来的寿命可能会比原来想象的更长，有很多新机会可以探索。而第二组呢，就没有额外的信息。结果他发现，这些被告知未来还有很多时间的年轻人，他们的目标立刻就变了，变得愿意去探索新事物，学习新知识。而如果他给老人看同样的信息，告诉他们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那这些老人也会变得更愿意去探索新的东西。这说明不是年龄本身决定了你该做什么，而是你对自己的生命时间的感知决定了你当下的状态。卡斯滕森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人在自己生命的节律当中自然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就是更加清楚了我真正需要什么了。也就是说，人在不同的生命季节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春天适合播种，冬天适合蛰伏，并没有说哪个季节更好，而是节律原本如此。所以择时这件事情放到朴素的观念当中去看，是提醒我们做事不能冲动，需要看时令环境和我当前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活得很紧巴？因为科技和工业化模糊了时间呀。你看，我们有了照明就模糊了白天和黑夜，我们有了空调就模糊了春夏秋冬。古代的农民再辛苦，你到了冬天也要休息晒晒太阳吧。而在今天的工业化时代，不管什么季节都要持续稳定产出。大家上班一定有感觉，哪怕今天是刮风下大雨，你依然要按时去公司打卡上班。到了赶项目的时候，熬到半夜也是常事。可是大自然的规律不是这样的，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一生也有自己的四季，所以很多痛苦是因为逆着时间干。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冬天，行业可能收缩，运气又在低谷，精力呢又不够用，但是我们非要逼着自己像春天那样到处行动，那你像熬夜做计划、托人求关系、冰天雪地里面折腾，结果四处碰壁，失败之后又归咎说我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自己没有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你只是在人生的冬天做了一件更适合春天干的事。
所以择时留给我们现代人的启发是，教人等待，也教人顺势。那聊到这里啊，命、运、局、势、时就说完了。那很多人会问，既然这些东西都在影响我们，那所谓的改变命运有没有可能啊？我认为有可能。但这里说的改命啊，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什么做一场法事，或者带一个什么物件跟老天爷讨价还价。更靠谱的做法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条件之后，换一个环境或者换一种方式入局。在现代生物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呢，叫做生态位构建，就是说在大自然当中啊，聪明的物种不会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折腾。比方说海狸，你看海狸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如果在陆地上和猛兽去比拼奔跑呀、速度啊，它一定吃亏，因为它的身体条件不擅长。那么海狸呢，就选择去砍树，搬树枝啊，搬泥土呀，在河道当中呢筑起水坝。等到水坝建起来之后呢，周围的旱地啊会变成湿地。那在水当中，海狸就有优势了，很多猛兽拿它是没有办法的。更有意思的是呢，海狸建的水坝，它不仅仅改变了自己的环境，它还改变了整个流域的生态。它们造出来的湿地会给鱼呀、鸟呀、青蛙呀，还有很多其他的物种提供栖息地，甚至呢能够减少洪水、净化水源。那整个区域的生态因为海狸的行动变得更丰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海狸的先天身体条件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它改变了周围的环境，就给自己换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局。你看人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痛苦难受，可能是因为正在一个不滋养自己的局中。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叫齿货之躯，以求性也。这个齿货呢是一种小虫子，它往前走的时候要先把身体缩起来，再往前伸。那易经后面又说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就是说到了严寒的时候，龙蛇也要蛰伏起来，先保命等待下一个时机。所以中国玄学讲到最后它是让人学会在现实当中要保全自己，调整位置，不鼓励人盲目去预测未来。在现代心理学的接纳与承诺疗法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创造性无望。它的意思是说咨询师在面对来访者的时候，有时候会先让他承认，你过去做的那些为了控制局面的一些行为，可能真的没有用。当你放下我必须控制一切的幻想，才有机会把能量收回来，去做那些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事情。如果你知道命，就不会把出身和敏感当作羞耻；如果你知道运，就不会在低谷期盲目攻击自己；如果你了解局和势，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消耗自己的环境；而如果我们知道时，就可以允许自己在冬天安静等待。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在某一个瞬间松了一口气，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微行动。你找一张白纸，写下3件你决定不再折腾的事情。也许是一个你不想再讨好的人，也许是一个你决定放下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哪怕只是一场我不想参加的饭局，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就划掉。那这一刻就是把你原本耗在这些地方的能量慢慢给收回来。如果这一期关于古老智慧的拆解真的触碰到了你的内心，不妨在评论区也写下你此刻的感受，也可以点个赞，分享给那些同样希望松口气的朋友。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充满无常的世界当中我们继续相伴，别忘了订阅牧羊奇谈。当你不再执着于战胜一切，你会发现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敌对。这里是牧羊奇谈，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